Hello，大家好，这期我们来看皎月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它的刷野抓人思路。前期的话可以看到他在那边放了一个防守眼位。这边的话，蛤蟆开，然后利用 Q 技能拉野，然后打的过程中升2级Q， 他不学 W 不，确实前期抓人的话没必要学。一技能有印记的话就可以刷新，尽量不要去断 E， 然后2级 Q， 平 A 的话，第3下平 A 有特效平 A。但它的特效平 A 是没办法打出印记的，不像那个王者荣耀，王者荣耀其实就是抄这个皎月的。然后呢，皎月的话，它只有 Q 技能，然后王者荣耀的话，它是平 A 的第3下打出特效平 A 的话，也是有印记效果。这边武器刷也很慢的，这里的话又直接过来反野了。这里的话随便打都可以，都挂上了印记，直接大招先把中单给秒了，再 E 过来。就他们就你看这种高手的话，他们对英雄的英雄池，比如说对方是什么打野，然后他的这个。他的那个刷野速度最快能到多少？所以他就比较自信的直接过来反野了。但这个大树其实他刚刚已经可以等，就是等这个伤害就可以了，等那个反击风暴结束。但大树还是硬是把人头给抢，但无伤大雅，问题不大。这里先把河蟹吃一下，已经在打了，一个 QE 接成。那这样的话，大招够的话，一技能岩雀干嘛？买1送1，大招打断自己队友的后退方向，溜啊！说实话，这个岩雀估计中野决裂，我跟你说。真的是中野决裂啊！下路全是人头，但岩雀过来了，只能杀一个了。只能说杀一个弥补一下损失。像如果你们觉得你的皎月的话容错不是很足的话，你们最好是把这个绝对专注换一下因为绝对专注确实伤害很高，就是能触发以后能让你的伤害打就更多嘛，而且打野的话是基本上能一直触发的，你这样满级以后40点法强的一个
那个什么增加，那是很爽，就是一直吃到那个 buff 的话，你先手的话就是说就是怎么切入团战切入的时候，这个伤害是一直这个符文是一直触发的，你能打出更多的输出，但有个点哈，就是你前期容错非常低。你如果对对方英雄你是不了解，或者说你跟他就是你打不太过的话，你就很暴毙。这里全得死，这么狭窄的地方，皎月的大招是很爽的，一个 Q 拿下了3杀，好像可以拿4杀。这里 E 过来一个 QW 收割掉。下路伊塔的话，其实可推可不推啊，因为回家补装备，拿双资源，控双资源才是关键。而且这一条是火龙啊，火龙拿到的话，对面游戏基本上可以结束了。本来就扛不住皎月的这个爆发伤害，那有火龙以后更扛不住。队友不来，对面全是人。过来 ，Q 接惩，闪现拉出来以后，武器想强行杀，还好队友在上面。这里大招马上好的，稍微躲一下对方的 Q。对面岩雀是有点不是很会玩了，熟练度很明显不太够。这小炮也开始收割起来了。这里不要反打，吃个果子。如果你是这种坦克战士，坦克其实没必要做破盾去搞对面的那个谁啊？那个铁男，其实打铁男就，如果你是盖伦的话，就纯做肉就行了。要做一件，其实就做一件黑切，做这种战士装，而且把水银鞋做出来的话，然后他就没有 AP 输出了，就减 A， 就是减魔抗嘛。反正第一件直接做个黑切是吧？能跑能打，然后再做一个，直接就掏一个那个自然之力，对面铁男就没输出了。哦，这个铁男啊，不，这个盖伦应该是个新手啊。就是你对这个游戏不了解的话，你就是看到对方盾多，然后你就要去做破盾。其实有一些英雄做不了破盾，就是 AD 破盾啊，像坦克和 AD 位，因为它没有攻速，你知道吧？就是 ADC， 它是没有，它不加成攻速的。那你身为一个射手，你自然而然就是需要很稀缺的是攻速是排在第一、第2位的嘛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直接可以做出2件套。像你真的很大优势的话，直接先做大帽就好了。如果说是吧，小逆风或者军事，那你就老老实实做那个法爆球，先收割，就是你军事局和虐视局，一定是先减员，先让对方减员。天哪！
把上一塔推掉以后，直接可以去拿龙。回家把3件套做出来。小龙拿不拿都 OK， 大龙拿到就行。但他好像想把龙魂给续上，队友已经靠了，那拿小龙会更稳妥。像有一些人追求快节奏的话，其实这条龙可以小龙不用拿，然后直接就开始拿大龙。这里把人给传过来了呀，还好射手收割掉了这2个人，太爆炸了。那好像游戏结束了。他这双 C 位啊，配合的非常好啊，把这个主播给传走，九猴哥给传走，不让九猴哥拿人头，很有细节了。完了，对面来人了。闪现E没拉到，这个岩雀绝对是不会玩的，我跟你说。这个 W 和 E 你都是分开的，如果压起身是吧？你在那上面限制对方位移还好说，这个 W 和 E 纯空放，已经连续好几次空放了。那其实都可以利用这条大龙直接一波了，推得快的话。那行，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